倩倩，你别这样。妞妞，妞妞，你怎么还拉着他呀？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想跟他在一起？这个狐狸精，你走，你给我出来！妈，哟，怎么了，哥？妈，听我说，其实这件事也不完全是倩倩的错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向着他说话呢？你，自从这个狐狸精进了我们家门以后，我们啥都不顺心了。我真不知道我拿你怎么办呢？你，我怎么现在才看明白呀？我糊涂啊！我不活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活了，我死了算了。你让我走吧。糊涂啊！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走吧。你休想得到王静和妞妞，你走，走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都跟您说了，倩倩是妞妞的生母。生母怎么了？她照顾过妞妞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哦，她想明白了，说回来叫一声亲妈就是亲妈呀，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王爷，你喊什么呀？我说错了吗？妞妞才多点大呀，你就跟她说实话，她受得了吗？燕子，你少说两句行？你这不添乱了吗？你妹妹说错了吗？我们不能要她那样的妈妈。我可怜的妞妞，为了找她的妈妈，把裤子都尿湿了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妈，那你想我怎么样？妈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做得比叶静怡更好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能做好？你能当一个称职的妈吗？现在妞妞一看你就躲，你知道她背地里叫你什么吗？叫你老巫婆。王静啊，你要三思了。那夫妻啊，有时候是为了孩子生活在一起，没有爱情，没有关系的。那夫妻只是有时候能够互相帮持，躺在一个床上的朋友。只要有孩子，大家就能一起好好的过下去。妈，别叫我妈。你和王静结婚了吗？王静和静怡离婚了吗？王静啊，我知道你还爱她，可是她现在把孩子伤成这样，将来你们能幸福吗？能过好日子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您先消消气儿，这样好吗？咱们大家都冷静一段时间，好吗？不好，这个狐狸精就是不行。就算是你和静怡离婚了，我们也不能接受她。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你去把静怡给我找回来，把她给我赶走。我的妞妞只有叶静怡这一个妈妈，你给我滚！妈，倩倩，回来！不是。把她给我赶走！我的妞妞只有叶静怡这一个妈妈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向着他说话呢？你，
自从这个狐狸精进了我们家门以后，我们啥都不顺心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能做好？你能当一个称职的妈吗？现在妞妞一看你就躲。你知道她背地里叫你什么吗？叫你老巫婆。明明是叶静怡，是他抢了我的一切，还冒充妞妞的妈妈。明明是叶静怡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倩倩呀，我给你带好吃的了。哟，你看看他怎么又喝酒啊？我不是说了不要随便进来吗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倩倩，你不知道你妈有心脏病啊？她万一要像小宝他爸似的也住院了，咱可怎么办啊？他住院了。叔叔，我是倩倩，我是来看您的。您不舒服啊？那我还是走吧。你好好休息。我还是跟您说了吧，其实王静真正爱的人是我。不过您别误会，当初静怡和王静结婚之前，我们俩就已经相爱了。其实静怡才是第三者。我从小在你们家长大，我也不想瞒着你。妞妞是我和王静生的，她才是我亲生女儿。你能不能劝劝静怡呀，把本来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？叔叔。于新江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怕你晚上没吃饭，给你带点东西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的确肚子饿了。伯父好点没有？已经醒了，跟我来吧。好。爸，新江来看你了。睡着了。爸，星星爸，青江来看你了。爸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医生，护士，爸，你醒醒吧！爸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再发生什么了，爸，你醒醒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我们走吧。我们去哪儿？我来想办法。仔细找找。什么？没找到？哎呀，都找遍了，确实找不到。这份资料别在他们家里，就一定在叶家人的手里。盯住他们所有的人，尤其是叶小宝。他？哎呀，这窝囊废！你说叶慈云会相信他吗？这很难说。这份资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在他们手里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早晚会把我们炸得粉身碎骨。你别劝我，劝我也没用。别去了，行吗？这事儿你不该牵扯进来。我怎么能不管啊？你不生气啊？啊？那个王进收购了爸的公司，今天还要搞什么成立仪式？我生气有什么用？你怎么管？去大闹一场吗？为什么不行？我要以牙还牙。姐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倾家荡产了。你看看我们住的家，我怎么住得下去啊？还有那个王进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来收购我们的公司啊？他说了，是从其他投资者那里拿到的资金。我也私下里问了金秘书，他确实是从国外找到的资金。那他为什么非要收购我们的公司？他为什么不去收购别的公司？这种事儿，只有不正派的人才干得出来。你不知道他不是什么正派人吗？这是什么新鲜事儿吗？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圣人吗？遇到这种情况，你都可以不生气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这对我们的确很不公平。可是文彤，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心态来处理问题。相信我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会想什么办法呀？啊？你只会担心那些冲上门来讨债的人。可就算是我们去大闹一场，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不过是显示我们的素质低下。文彤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文彤，别去了，行吗？不行。文彤，我得去朝他们脸上吐口水。叶文彤。妈，怎么不开灯啊？不用开灯，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见你爸爸的笑容。妈，你要坚强。爸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一定会伤心的。静怡，我太想你爸爸了。妈，我怎么活呀？我没有他，我一个人活不下去的呀。我什么都干不了啊。他把我这一个人就丢掉，就这样走了。妈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堵住记者的嘴了吗？暂时堵住了，可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这件事情明天就曝光了。成立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情，早就让你离婚了，不然就不会
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你以为我不想离啊？这只是刚刚开始，还不知道那姐儿俩会怎么样报复我们呢。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叶静怡在那张纸上签字，你以前做事情都是那么果断，为什么一到了叶静怡身上就那么温柔了呢？温柔？我温柔什么了呀？啊，他不肯签字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所以你要想办法的让他签啊！你不知道他要什么，他要妞妞，他要妞妞啊！你错了，你以为他真的想要妞妞吗？叶静怡那么做，那是因为她不肯离婚，她想一直吊着我们不放。我们可以等，但公司的人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怕董事会的人会生气。好吧，我来想办法，我会让他签字的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都说了，我想办法。妞妞怎么样了？你妈还不肯见我啊？等妞妞病好了再说吧。还要等啊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妈和你妹妹还不接受我怎么办？难道一辈子要让妞妞喊叶静怡叫妈吗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有点耐心好不好？现在不是没办法吗？什么叫没办法？当众羞辱我，把我推倒在地上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也是受害者。都怪你，都怪你们全家。如果当初不是你们合起伙来欺骗我，妞妞怎么会认叶静怡当妈？我怎么会这么受伤呢？最可气的是你妈，你妈当着我的面告诉妞妞，叶静怡才是她的亲妈。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现在你告诉我你没办法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想怎么做？我的小乖乖，好好睡觉觉，妈妈会来的。我得给静怡打个电话了。我来了，静怡，你来了。您要跟我说什么呢？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如果是劝我跟王静复合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不是王静的事。这样，咱们先坐一下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请喝水。静怡啊，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跟你商量关于妞妞的事儿。妞妞的事儿？关于妞妞的什么事儿呢？你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过？你自己也是做妈的，
怎么能那么对我？你知道妞妞是谁生的？明明知道，还要让我抚养，你就不怕三指之上有神明吗？你怎么能把我的心撕碎？怎么可以？静怡，那是因为我不能生孩子吗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，就应该遭受那些痛苦，就应该一声不吭？这些年来，你把我当成了傻瓜，看着我跟妞妞有说有笑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觉得可以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让你抚养冤家的孩子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也是女人，我知道你的感受。静怡呀，说实话，要不是因为孩子，咱们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知道，妈是农村人，脑子里就那么点事儿。当初我真的是担心，怕断了我们王家的血脉。静怡啊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这个对你很重要，是吗？那我呢？我呢？静怡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多么好，对妞妞有多么好，在我心里只有你这一个儿媳妇儿，妞妞也只有你这一个妈。我跟王静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我今天把你请来，就是想跟你商量，你能不能暂时把妞妞接回去。那天我把妞妞从你那儿带走，不是抢走，那以后我就想了很多，妞妞真的要是离开了你，她还能不能过得好？静怡啊，我求你，你把妞妞带走带大，一直抚养到大懂事为止。你之前把嚎啕大哭的孩子从我身边夺走，现在又要让我接回去。你没听到我刚才在说什么吗？我抱着妞妞，我心里就像扎了根刺。你知道我的感觉吗？我不能抱她，可我又不能没有她。你能体会到我的感受吗？对不起，静怡，真的对不起。嫂子，嫂子别哭了，妞妞病得很严重，你去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妞妞，是妈妈。妈妈，哎，怎么还不起床啊？都几点了？再不起来，上幼儿园要迟到了。妈妈，妞妞，妞妞看着妈妈，妞妞，妞妞你看着妈妈，妞妞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妞妞？妞妞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妞妞！你们都对她做了什么？那个女人把她带走以后，她回来就成这样了。那个女人还跟她说，她才是妞妞的亲妈。估计妞妞被吓着了。妞妞，妞妞。
妈妈再也不离开你，再也不离开你。妈妈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来，张嘴。真是作孽呀！你说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啊，太可怜了。妈，别说了。哎，妞妞来啦！妞妞，妞妞，妈妈，她怎么了？因为刺激导致的智力退化。受什么刺激了？还不是因为姚倩倩。姚倩倩跟她说。算了，不提这些了。他们带他去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主要是从心理上得到治疗，让他有安全感。妞妞，我是你的小姨，记得我吗？妈妈，姐，这怎么办啊？放心，我会不惜一切的好好照顾他，让他尽快好起来。姐，唉，也不知道这俩人是怎么了，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？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。我去个地方，你帮我照顾妞妞。啊。姚倩倩，叶锦怡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是个当妈的吗？行了，昨天叶文彤当众撒野，我没找你们的事儿，你还跑到这儿来了。我问你，你对妞妞做了什么？你晚上还能睡着觉吗？你来就想跟我说这些，不觉得很搞笑吗？搞笑？现在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应该做的就是忘掉妞妞，自己好好过日子。你以为生了孩子就有资格当妈吗？你怎么能对她说那些话？她才6岁，你怎么可以告诉她你是她的亲妈？你脑子进水了吗？这不用你担心，我会让她恢复原样的。你怎么总是自以为是？我问你，你做什么能让她好起来，能让她恢复原样？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就应该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们商量一下。为了你跟王静玩风流，就要牺牲一个可怜的孩子吗？你们还是人吗？别装作好像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妞妞，我比你更痛苦。比起做妞妞的妈，你更愿意做王静的老婆吧？我现在算是什么都明白了，你想要回妞妞，想都别想，你不配做妞妞的妈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可以这样跟我说话？你知道怀胎10个月是什么滋味吗？啊！别以为你养了她就可以把血缘关系给抹掉。你去打听打听那些被送出去的孩子，长大之前都很痛恨自己的生母，可是长大了以后，工作了，成熟了，还是会认亲妈的。这就是血缘。你离婚也好，不离婚也罢，妞妞始终都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是她亲妈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爱她，就应该替她着想。我来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是告诉你，妞妞在我那儿。在你那儿？是我婆婆拜托我照顾她，直到她长大懂事为止。什么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她的面前，不要让她有任何的打击，或者是产生困惑，那样只会给她造成伤害。你也别想再告诉她，你是她亲妈。叶锦怡。
喝点什么？先说吧，想怎么样？还是点点吧，人家还要做生意呢。你什么时候关心这些事了？你不是只关心你自己吗？现在当了董事长，就是不一样了哈。静怡，我叫你过来，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又想耍什么花样，让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呢？对了，妞妞怎么样了？妞妞好点了吗？你还好意思问妞妞？你是怎么当爸的？怎么能让姚倩倩跟他说那些话？我知道，是我的失误，但是我已经带妞妞去看过医生了，也治疗过了。医生说，只要坚持治疗，一定会好的。带她看医生根本就不够。我会像你妈说的那样，好好照顾妞妞。你们别想再把她带回去了，我不会让你们再伤害她的。关于妞妞这件事儿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看，姚倩倩是妞妞的亲生母亲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跟妞妞那么亲，妞妞只听你的，你们能不能跟妞妞做点工作，让她接受姚倩倩才是她母亲的这个事实？你让我帮姚倩倩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我相信你也会知道的，妞妞迟早会回到姚倩倩的身边的。我明白，你很爱妞妞，这我都懂。但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如果你一直坚持不放手的话，妞妞只会受到伤害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妞妞的保姆吗？想把她推给我就推给我，想带走就带走。那我跟妞妞的感情呢？在你们眼里什么都不是吗？难道在你眼里，血缘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都是妞妞的妈，妞妞本来就是我的女儿。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好吧，通情达理的王董事长，我辛辛苦苦的养了6年你的私生女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？我会用金钱来补偿你的。这样吧，你现在经济有困难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开个小店，但是不能太多。我现在所有的钱都在挽救你爸爸的公司。如果你没钱，怎么可能收购我爸的公司？那是我自己投资赚来的钱，而且已经用没了。是吗？这样吧，我出钱帮小宝减刑。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，帮小宝减刑，还有离婚赡养费。我像个女佣一样，在你家干了6年，就值这些吗？你觉得够吗？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。你说吧，你要多少？全部，你拥有的全部。你疯了吧？比起你带给我的痛苦，这些根本就不够。不过，如果你给我你的全部，或许我会宽宏大量的考虑跟你离婚。叶锦怡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做不到吗？那我再给你一个选择，和姚倩倩一起给我跪下，求我原谅，我就签字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凡是你想要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给你。
王进，倩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，我满脑子全是叶静怡和妞妞的事情，到底结果怎么样了？妞妞还好吗？你先坐下来。他是不是还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？叶静怡说了，要么俩给他跪下道歉，要不然的话，他就不签。他真这么说？倩倩，我现在觉得这个女人真的不想跟我离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个女人，妞妞怎么样了？好一些了没有？别提妞妞了，叶静怡连门都不让我进，说妞妞在睡觉，我根本没见到妞妞。他撒谎，他完全可以把妞妞领出来让你见上一面的，他是在故意刁难我们。我告诉你，收起对他的同情心吧，以后不要再热脸贴他的冷屁股了。怎么说话的？倩倩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着急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妞妞都是你的女儿。是我的又能怎么样？我连见都不能见上一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失去妞妞的。干脆我们把她接回来，好不好？她跟叶静怡在一起时间越久，我们就越容易失去她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能怎么办呢？妞妞不是正在生病吗？那我们就这么坐着干等下去吗？你不提这事还行，你一提这事我就生气。说到底，这件事还不是因为你啊！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那么小的孩子？他得受多大打击才变成这样？你现在反倒怪我了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吗？我也很后悔啊！你怎么不想想，当初我怀妞妞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离开我的？如果当初你不跟叶静怡结婚，而是跟我结婚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过去，又提过去。我问你，提过去有用吗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我王进当董事长的日子。你看看这些东西，都是新的，你能不能让我愉悦一点？能不能让我享受一下董事长的感觉？王进，你太自私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难受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告诉我自己的女儿我是她的亲生妈妈，就很离谱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我指指点点的？我看到我自己的女儿难受，我心里面也难受。对了，你之前跟我说跟那个阿拉伯富豪现在怎么样了？别提他了，他有14个老婆，幸亏我发现的及时，否则真上当。来，1、2、3，好的。看见妞妞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感觉真好。是啊，我们妞妞现在胃口也好了，睡觉也好，什么时候会说话了就更棒了。再给妈妈唱歌，唱小红帽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不？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心小心！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。妞妞在画画呢。哎，这怎么是黑的呀？这儿，这个女的是谁呀？这个是妈妈。那这个黑的呢？我好害怕啊！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找到呢。现在想找个好的工作特别不容易，得多花点时间。差不多就凑合干吧。家里早就没什么钱了，能卖的也卖的差不多了。姐，我不想降低自己的身价和尊严。
我也在找工作，更不好找。我年龄大，又没什么工作经验。文彤，这个时候咱把尊严就放一边吧啊！姐，你以为我好过吗？我每天都住在这种又黑又脏的地方，我都快疯了。我一天之内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变得这么穷。我能住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我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，我不能打高尔夫，我也不能做美容，我这也买不起，我那也买不起。你还要我放弃自己的尊严啊？好吧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姐，没说是你的错，觉得这都是哥的错。他非要当那个董事长，他把一切都毁了。你小点声，妈听到怎么办？如果你真担心妈的话，你就不要再去看他了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别去看小宝，我们是他的家人，至少每周去看一次吧。你知道他在里面的心情吗？我们起码每天还能睡个安稳觉。我们的生活都被搅得天翻地覆了，你还要替他说话？你不明白吗？是哥害死了爸。文彤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坐下。静怡啊，你当姐姐的怎么能跟妹妹吵架呢？再说了，彤彤说的也对嘛，我也是，我一想起这件事情来我就生气。你想想她是什么感觉呀？妈，小宝不是故意回公司的，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。你们的父亲就是被他给害死的，就是被这个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害得我们家失去了所有。我晚上一想到这个，我就睡不着觉。你说这件事情怎么能摊到我们家身上呢？喂，你好。什么？小宝逃跑了？是的，他已经跑了3天了。我们希望你们家属能提供信息。明天您能来一趟吗？好的。他跑了啊！他逃跑了！这个败家的，他父亲死了，难道他也想死吗？他呀！妞妞，宝贝儿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咱们回家好吗？来接你了，咱们回家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叶静怡人呢？我知道你很不要脸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敢来我们家。懒得跟你废话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来接我的妞妞回家。妞妞的病早就好了，叶静怡还霸占着她。你们想干嘛？谁是你的妞妞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胡说。姚倩倩，你到这儿来搞什么呀？没你什么事儿，我来接我的妞妞回家。今天我一定要带她走。你别在那犯病了，你凭什么接走妞妞？凭什么？妞妞是我的亲女儿，你们说我凭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呀你？没听清啊？那我再说一遍，妞妞是我和王静7年前生的女儿，我有 DNA 检验报告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叶静怡已经看过了，可她就是太固执，不肯放弃妞妞。你们仔细看一看，最好把妞妞还给我。还有啊，让叶静怡在这上面签字，听见了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难道我吃饱了撑的？怎么你闪开！妈！妞妞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走，妞妞，咱们不在这儿啊，咱们回家。走。快来救我！妞妞，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啦。文彤，妞妞呢？你还挺高兴的嘛。
当然啦，我今天找到工作了。你还是赶快去看看妈吧。妈，妞妞呢？妞妞，妞妞被姚倩倩带走了。妈，你怎么能让姚倩倩把妞妞带走呢？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啊，你不知道妞妞是谁的女儿啊？啊，不知道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她带回家，还要把她养大？是，姚倩倩是妞妞的亲妈。可是妈，我才是她真正的母亲。你知道，你像我抚养妞妞一样把我抚养长大，那能一样吗？能一样吗？傻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要抱着妞妞不放啊！静怡呀，你别那么傻。妈，妞妞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就算是姚倩倩生了她，那代表不了什么。我绝对不会放弃妞妞，就算给我整个世界，我都不会放弃。静怡，傻孩子呀！哎呦，我的妞妞哎，我想死你了，我的妞妞。哎呦喂！妈，你放心吧，妞妞肯定过得特别好。要不要吃水果？还好我不吃。哎，自从妞妞走了以后，我就上火，我这牙呀疼的。哎，燕子，我是不是应该换牙啊？你想换就换嘛，咱家不差钱儿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害怕。我就怕坐在那个牙医面前，张大了嘴，他用钳子在你的嘴里这么嚼啊嚼啊嚼啊，哎呦，一想起来呀，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你说的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哎呀，妈，妞妞不在真无聊啊。是啊。哎，燕子，要不你给静怡打个电话，咱把妞妞接回来吧。行啊。哎喂，哎，妞妞在吗？听好了，你们居然让我姐来抚养姚倩倩和王静的孩子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别想再把妞妞带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跟妞妞说话，你们没虐待她吧？姚倩倩已经把妞妞给带走了，你居然还有脸到我这儿来找妞妞？什么人啊这是？啊喂喂喂！挂了。怎么了？姚倩倩把妞妞给带走了。什么？那个疯子，他把孩子带走了？我说倩倩呐，你把妞妞接回来，你就得照顾她。你却在这喝酒，你这做什么呀？你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把她接回来的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得想办法亲近她才对呢。我累了，我不想再讨她的欢心了。你还要让我怎么做？她每次见到我都哭，还不如不看见我。那你干嘛把她接来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让她和叶庆怡在一起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妞妞呢？姚倩倩在哪儿？他以为他是谁呢？啊，跑到叶静怡那儿去瞎闹，把妞妞吓得都尿裤子了。对，我们要把妞妞带回去。你还喝酒？你这个样子怎么抚养孩子啊？对，你看看现在什么
死样子，怎么当妈呀？你那个样子，我怎么放心把妞妞交给你？妈，您这话的意思是，好像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才把妞妞交给叶静怡的。可你根本就不给我和妞妞单独相处的机会呀。她一看见我就哭，那我现在不喝酒，我干什么？你还有理了你啊！你强行把妞妞抢走，把她吓成那个样子，你还说你没有机会和她相处，你还怪是我的错，有你这么当母亲的吗？你说话少那么刻薄，怎么了？她就是妞妞的亲生母亲，而且是你将来的儿媳妇儿。什么儿媳妇啊？我绝对不会像她这样的人进我们王家的门，马上和王家分手。我绝不会让你当我的儿媳妇的。你得了吧你啊！你说想分手就分手了？我们倩倩跟你家王静的时候还是大姑娘呢，要分手也得赔精神损失费还有精神损失费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她还青春呢？你骗谁呢？放屁！啊，你就没有青春了？你生下来就嫁人了？你这有娘养没娘教育东西有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打我吗？你又给我闭嘴！小心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。真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把我的头发都给抓掉了，这个疯女人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给你哥打电话啊，除非我死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疯女人进我们家门的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来，进去。哼，个死老婆子，气人太甚，气死我了。妈，我要你们帮我个忙。在想妞妞吧，静怡啊，妈能体会到你现在心里有多难过，跟妈说说好吗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如果我是你亲妈，你就会早点跟我说，早点告诉我实情？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说，是因为你已经很难受了。问题不在这儿。哎呦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能接受去抚养他呢？妈，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可是没有妞妞，我就活不下去。妈，我要把妞妞接回来，你能理解我吗？我理解你什么呀？你去问一问，哪有当妈的愿意去抚养自己丈夫和情妇的女儿啊？静怡啊，你别固执了啊，快点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，这样就一了百了了。妈，孩子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仅凭一张照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啊，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利益，他又不是什么名人啊。我是说，姚倩倩也不是什么名人，你们炒作她有什么意思啊？喂，真是无良媒体。怎么样？我和杂志社谈过了，他们还是要炒作这起绯闻，怎么办？马上找危机公关，为公司减损。怎么联系不到王静跟姚倩倩啊？我马上去。王静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求求你，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看着我？都说了一天了，我今天不想跟你在一起。求你别这样子好吗？我承认是我错了，是我没能提前告诉你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告诉你了，你一定会不开心的。就是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不想跟你说。更何况我说过了，只是订婚，不是结婚呐。再说了，我也是受害者。王静，
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请相信我，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你的结婚对与否，但你这么做让我很丢脸。王进，你还有什么隐瞒的吗？就都告诉我吧，别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冒出来。我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是那种脚踏几只船的女人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在意大利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他第14任妻子。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那只是订婚，不是结婚。再说了，第14任妻子又怎么样？又不是我结了14次婚，有那么丢脸吗？你应该提前告诉我。告不告诉你又怎么样？我又没背叛你，更何况那是在你抛弃我的时候发生的。你说这个有意思吗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好吗？求你理解我一下，你应该明白我当时有多难的。我太爱你了，我不敢告诉你，是怕失去你。你知道当时我有多么脆弱吗？我刚刚失去了怀了10个月的孩子，我又失去了你，我几乎快崩溃了，甚至想过要自杀了。我每天只能靠着不停的喝酒、不停的跳舞，才能入睡。我努力的想要忘记你，可是我忘不掉。没错，他是在感情上欺骗了我，可是却在事业上帮助了我。如果不是他，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，就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了。王琪，这难道不是你也想要的吗？别生气了好吗？让我们好好在一起。回来了。哎，妈，妞妞回来了。啊，昨晚上我接回来的。哎呦，这一晚上啊，都哭着闹着要她妈妈。哎，昨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昨晚公司加班，我在办公室睡着了。妈，妞妞的事儿呢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孩子嘛，需要有一段时间去理解大人做的事情。但是，您不能让妞妞再去叶静怡那儿了。叶静怡，我不是从她那儿把妞妞接回来的。